放开我！姐姐，感觉怎么样啊？楚清，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偷了我18年楚家千金的身份，那些富贵宠爱本该是我的，该是我的。你疯了！爷爷是从你走丢之后才领养的我，我从未顶替过你。那个老不死，竟然还给你留下了40%的股份，凭什么？我才是楚家正统的继承人，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你也配？股份我可以给你，继承人的位置，爸妈的宠爱，甚至是3个竹马我都让给你了。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为什么追着我不放？让？知道裴燕、贺欣然、徐思宁，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你？为什么总觉得你心肠歹毒？那是因为我有一个系统，可以把我的心声输送给他们。我想让他们听见什么，他们就能听见什么。这些年，我只需要在心里说几句挑拨你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十恶不赦，而我无辜善良。好了，现在游戏该结束了。姐姐，一路走好。楚清，楚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楚清！主张，出招！你太恶毒了！出招！你太恶毒了！出招！你太恶毒了！我重生了，回到了楚清刚回楚家的这一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的3个竹马裴燕、贺欣然、徐思年被楚清的心声所蛊惑，和我渐行渐远，最后将我推入地狱。这3人和我一起长大，却轻易被挑拨，非楚即坏。前手为了挽回这段感情，一再讨好忍让，这一次我不奉陪了。楚昭，你现在还在装傻充愣啊？你把青青推下楼，你现在就跪下，给青青道歉。太狠毒了吧！快道歉吧，楚昭。快跪下道歉！你听见没有？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下跪？这一巴掌还你！姐姐怎么了？就算她不承认推了我，也不该打欣然哥哥。都怪我不该告诉他们这件事。欣然哥一定很疼吧？前世楚清就是靠着心声将他们3个耍得团团转，没想到这一世我居然能听见。你真疯了！你的力不好，不然我今天饶不了你。青青回来以后，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这不是你推人和打人的理由。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大家以后还是朋友。不行，青青回来以后，明里暗里各种被针对，这次命差点都没了。你这么恶毒，绝对不能轻饶你。他们3个本是爷爷给我留的未婚夫人选，现在楚清回到楚家之后，对我百般刁难。前世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次次低头，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厌恶，最后连命都没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离了你们仨就活不下去了？自从姐姐的养女身份曝光以后，是哥哥们一直护着她，她现在是要翻脸不认人吗？楚昭，你觉得没了我们几个，你怎么在这个圈子里立足啊？青青才是楚家千金，等认亲宴后，她就是真正的继承人。你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赝品，她想赶你走，只是一句话的事。我劝你认清现实，别给自己找麻烦。我鸠占鹊巢？我是被爷爷堂堂正正领回楚家的养女，我的一切是爷爷给的，不是从他楚清手里抢过来的。要是你们知道，楚氏集团40%的股份都被爷爷给了我，到时候你们又是什么表情呢？我不欠他的，更不会像你们一样，为了联姻像只哈巴狗一样去讨好他。姐姐好过分啊！哥哥们和他不是朋友吗？就算他讨厌，也不能骂自己的朋友是狗吧？楚昭，你骂谁是狗呢？楚昭，你骂谁是狗呢？背后偷袭，你什么时候这么下作？放手！贺熙然，我骂的就是你，被当作落水狗痛打的滋味怎么样？你动手之前你是不是忘了，我13岁就是跆拳道黑带，精通巴西柔术、泰拳。你小时候被你堂哥欺负，是谁帮你一拳拳打回去，把他打服的？你都忘了吗？姐姐她真的疯了，居然直接动手！都怪我，我不应该反抗姐姐，乖乖当她出气筒就好了。就算被她打死，也好过连了真心帮我的哥哥们啊！青青，你放心，他再也不能欺负你了。楚昭，你疯了，敢在学校动手！你们都愣着干嘛？叫保安，快把这个疯子抓走！楚昭，你敢打欣然，就不怕影响楚贺两家的合作吗？那他打我，就不怕影响两家的合作吗？怎么，觉得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养女？难道不是吗？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楚家爷爷都去世了，没有人包容你这个假千金，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吗？裴燕，你还真会颠倒黑白啊！黑少，这是你们怎么才来啊？楚昭动手打我，他疯了！快把他抓起来啊！谁敢？谁敢？楚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最宠爱的就是楚大小姐。就算现在真正的楚家千金回来，那也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呀。贺少，楚
楚家毕竟是董事之一啊。为什么姐姐始终不肯放过我呀？我只是想回家而已，难道就因为我不在爷爷身边长大，他就这么欺负我吗？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呀！够了，楚昭是校董又怎么样？这次没有人能保护你，我会跟伯父伯母说明一切。楚家不会留给你这种恶毒的人。没错，楚昭，你要不想被赶出楚家，立马从楼梯上滚下去。我就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了。把我赶出楚家，你们俩还没有娶到楚青，怎么就一副赘婿的样子代表楚家了？哥哥们都是为了我才和姐姐闹僵的，他们这么维护我，我真的很感动。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被坚定选择过。要是以后能和他们联姻的话，楚青是真千金，娶到她就等于得到了未来楚氏的掌控权。青青善良温柔，贺家本就有意和楚家联姻，这个人选一定非我莫属。楚昭，青青受了委屈，欣然和裴燕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道个歉，大家各退一步，对谁都好。世界上没有受害者向加害者低头的道理。既然你们搞不清楚，那我就找一个能公正断绝的人过来。陈伯伯，是我楚昭，麻烦您现在来一趟教学楼，我被人栽赃陷害，需要您这个校长来还我一个公道。小赵，怎么回事？我马上就来。楚昭，这么点小事，你惊动校长干什么？陈校长是楚爷爷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看着楚家长大的，要是他插手，那岂不是……你都要把我赶出楚家，那我把校长叫过来，是非公道，咱们一次性论个清楚。谁在学校闹事？校长，不去上课，聚集在这里干什么？校长，他推楚青推下楼梯，他还动手打我。楚昭推楚青这件事，你亲眼看到了。我没有证据的事，你们就这么笃定？至于他打你，你也动手了吧？谁先动的手？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散了。校长这是要包庇姐姐吗？就因为姐姐是他看着长大的。校长，你这是徇私。裴燕，注意你的态度。法庭上都讲究疑罪从无，要么你们就拿出实打实的证据。姐姐，不要！姐姐，你要干什么？不是说，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楚昭，你敢！姐姐她是真的想杀了我，我不想死，我才刚回家，刚认识哥哥们。楚昭，你这个疯子，差点杀死青青。当着校长还有那么多人的面还敢行凶，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毒妇！我无情无义，前世我就是太在意和你们的感情，同情走失多年的楚青，处处忍让妥协，换来的却是被退学、被赶出楚家、被折磨致死。我以前到底是有多蠢、多瞎，才会在乎你们这种人？你们满口仁义，其实心里全是算计，自私又虚伪。陈伯伯，既然他们想要证据，那咱们就需要监控。监控上个星期就坏了，暂时还没修好。我知道，但那个是新装用来监控消防通道的广角摄像头，刚好可以拍到楼梯口的位置。都怪我，如果我不回家，姐姐不会变成这样，哥哥们也不会和她闹僵，都是我的错。我意识到我好晕。青青，青青怎么了？楚昭，青青今天要是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快做医务室。晕的还真是时候。许思年，这是刚刚发过来的监控视频，好好看清楚。等楚清醒了之后转告他，下次演戏别再这么漏洞百出。还有，我不欠他的，相反，他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亲自讨还。陈伯伯，事情已经结束了，咱们先走吧。楚昭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是的，哇，他们在干什么啊？好帅呀！楚昭那个臭女人，她居然敢打我，还把青青吓成那个样子，我不会放过她的。校长他们怎么说？监控我看了，画面很清晰，不是楚昭推的，是青青自己摔的。啊！不是，这青青，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你摔的根本就不是楚昭推的。怎么办？哥哥们是不是觉得我故意冤枉姐姐？我当时太害怕了，一时间也没看清是不是姐姐推了我，都是我的错，还害得欣然哥挨打。我现在就去给姐姐下跪，磕头求她原谅我。青青果然还是太善良了，被楚昭气成这样，还觉得自己有错，我怎么能怀疑她呢？好了，青青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了，都怪楚昭，要不是他前科累累，怎么能把青青害成这个样子？楚青才是真正的楚家千金，裴家和楚家关系密切，不能让他当众出手。不过是一场误会，到此为止吧。既然是误会，那就不要打扰青青休息了。青青，你好好休息，晚上一起我们接你。你们不觉得楚昭今天很不对劲吗？嗨，他就想吸引我们的注意罢了。你们看啊，以前装可怜，装手弱，现在好了，都开始走强行泼辣路线了。他以为这样我们就能高看他一眼，做梦！拙劣，是吗？可他看起来像是真的要和我们决裂。怎么可能啊，大哥！他就是做做样子，他以为这个样子我们就能原谅他。他现在越是闹，到时候认亲宴他就越难看，我看他后不后悔。没错，他硬气不了多久，过2天他肯定会眼巴巴地贴着我们。我们当务之急呢，是照顾好青青，毕竟他才是楚家真正的继承人。但愿如此。小昭啊，你太冲动了，我知道你委屈，但万一真发生意外，怎么收场啊？对不起，让您担心了。下周3啊，校园画展大赛准备的怎么样了？画展的优秀作品将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年艺术新星大赛。去年的大赛获奖者已经被国际的顶尖画展签约。姐姐，我知道我不如你，但是我只想让爸妈为我骄傲一次，就一次。我求求你，这一次画展，你让让我好不好？前世楚清先是拿下校庆头奖，又被推荐参加全国大赛，虽然最后只得了银奖，
却足以让才女之女响彻全子，而我却因为藏拙被视为江郎才尽，再也翻不了盘。我正想说这件事，之前提交的作品，我想申请更换。为什么？之前是我糊涂，总想着退一步成全别人，但这一次，我不想了。哎，这才是我认识的楚昭吧？这样，我把密码发给你，直接把新的拿去，把库房里的旧的换掉就行。谢谢陈伯伯。这一世，一切都会不一样。他来这干什么呀？明明答应让我了，竟然出尔反尔！这幅画如果出现在画展上，风头全是他的。明明我才该是万众瞩目的那个。既然你画的这么好，那这张画就是我的了。只要我比你更早让人看到，到时候看你怎么解释。这是我为萧青画展准备的新作品，刚刚完成草稿，我给它取名《曙光》，灵感突然，画的有点急，但我自己好喜欢这种冲破黑暗的感觉。哇，青青你好厉害，这画看起来就很有气势，跟你以前的风格不一样，但超棒，期待成品。构图和立意不错，继续深化。有新意。楚昭，你的画现在是我的了。等到画展那天，大家都会说是你抄袭我的作品。很艺术啊，你看这个。好紧张呀，万一大家不喜欢我的画怎么办呢？青青，你的画我们都看过了，非常好。今晚的优秀作品啊，非你莫属。确实有所突破，画面完成度不错，不用妄自菲薄。贺少和裴少的眼光可是出了名的挑剔，看来这楚青画的是真不错。人美又有才，不愧是真千金。我看呀，今天的头筹非他莫属了。那可不一定，楚昭不也参加了吗？他的画可是被国际大师称赞过。姐姐看到我的画，肯定又要生气，觉得我抢了她的风头。她毕竟在楚家生活了那么久，要是被我比下去，面子挂不住。她不开心，肯定又要拿我出气了。楚昭这个恶毒的女人，到底还有多少恶行是我们不知道的呀？青青，别怕，你的才华是实打实的。楚昭那个女人，在楚家待了18年，照样还是上不了台面。青青，她如果再敢找你麻烦，我保证让她以后再也握不了画笔。没错，只要有我们在，不会再让她欺负你。姐姐，你来的正好。姐姐，我的画一直等你看呢。哇，这好强的视觉冲击力啊！这创意和色彩太厉害了，楚青好厉害。贺少和裴少说的对，今日头筹非楚青莫属。姐姐，
我的画怎么样？啊，对了，你的画呢？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大家都挺期待你的画呢。这真是你画的？姐姐，你为什么说这种话？这个画不是我画的，还能是谁啊？还能为什么？肯定是看了青青你的画，羞愧了呗。有些东西是天生的，后天再努力模仿，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看都没看，就能断定我的画上不了台面？还是说你们的艺术修养只会用屁股人云亦云呢？楚昭，你嘴巴放干净点儿！哎，不服气啊？把你的画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姐姐，你的脸色不太好，是身体不太舒服吗？还是说你的画不好意思拿出来让大家看啊？姐姐是没发挥好，还是根本就没完成？如果当众揭开幕布，她会很难堪的。楚昭的画肯定有问题。既然你不敢写，那我就来帮你。我倒要看看这幅画有什么秘密。住手！谁准你动我东西了？怎么了这？这两幅画怎么？啊！难怪你不敢给大家看，你的画作是抄袭的。真的假的？楚昭抄袭楚青？怪不得不敢展示。楚昭，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说？姐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不是说她画画天赋很高，爷爷还特地给她请了大家当老师，怎么会抄袭我的作品？难道之前那些都是假的吗？楚昭，水平不行可以练，但人品不行就是不行。抄袭在艺术领域是最不可饶恕的行为。你太下贱了，你把楚家脸都丢光了。校规明确说了，学术不端、抄袭的人应当给予退学处理。你现在认错的话，可以给你从轻罚。怎么不说话了？现在后悔了？晚了。哎，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找校长的吗？不挺横的吗？叫他来啊，让他看一看，到底是谁抄袭，看看你是个什么沽名钓誉的小人。校长来了。怎么回事？何欣然、裴燕，又是你们！校长，您来的正好。楚昭抄袭楚青的作品，证据在这摆着呢，证据确凿，必须开除。我们学校不能有这样的败类啊！校长，现在事关学校的声誉和风气，现在证据确凿，必须公正处理，不能因为某些人的私人关系就有所偏袒，尤其是像楚昭这样的人，必须开除他，以儆效尤。仅凭局部相似就妄下抄袭定论，还上升到开除，太武断了。此事关系重大，我会找专业人士来调查，等调查清楚之后再说。校长，这证据已经确凿了，还调查什么？好，居然您说是局部相当，那我来看一看是不是一模一样。楚昭，既然你不敢写，那我来。这怎么可能？不是说抄袭楚青的曙光吗？这两幅画看起来怎么完全不一样啊？好感人，我鼻子都有点酸了。不过这画上是谁呀？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哎，看着有点像去世的楚老爷子。没错，这就是楚氏集团的创始人楚剑山。楚昭，你是怎么会选择用一幅肖像画来参选的？大家都知道，我是爷爷从孤儿院领回来的养女，他给了我姓氏，更给了我毫无保留的关爱和教导。我很感恩，也很想念他。学校是爷爷的心血，今天是校庆画展，我想以此画来缅怀他，仅此而已。好。楚老爷子，你没选错人呐，这孩子像你，只有这样的心性和才华，才配成为楚氏的继承人呢。
虽然我画技比不上姐姐，但这幅也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姐姐却在这种场合放爷爷的肖像画，真的不是利用大家对她的感情吗？楚昭，就算不是抄袭，但你拿楚爷爷的肖像画来充数，太会投机取巧了吧？你拿着大家对楚爷爷的感情当筹码，你太无耻了！我投机取巧？那在你们眼里，什么才叫做真本事？像这种抄都抄不到精髓的拙劣之作，这才是东施效颦吗？你胡说，我没有！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你说青青抄袭你的画，证据呢？这幅是我原本的参赛作品。这跟楚青画的一模一样。楚昭这幅明显要好得多，难道是楚青抄袭的楚昭？你胡说什么呢？这幅画跟青青的画一模一样，你还敢说你没有抄袭啊？贺欣然，你两个耳朵之间夹的是猪头吗？快回来，别在外面晃悠，赶紧找个地方躲躲。1周前，青青就给我们看了他的草图，你呢？关于时间上的证据，你有吗？1周前，我的画作在半个月之前就进行了作品登记，版权证书就在这里。半个月前，那不是比楚青的草图画得更早吗？天哪，还真是楚青抄袭，还抄得这么拙劣！楚青，你这不仅是学术不端，更是品行有愧，必须开除学籍处分，绝不姑息！青青，骗我！你快看！天哪，抄袭还装晕！不要开除我！我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太想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不能离开学校。要是回了家，姐姐折磨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我会死的呀！不行，不能让青青被开除。校长，啊，青青知道错了，她年纪还小呢，她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是啊，校长，青青毕竟是楚家的亲生女儿，事情如果闹大了，会对楚家有影响的。哼，刚才口口声声说我抄袭，要校长开除我以儆效尤的时候，怎么没有想着我也许只是一时糊涂？怎么不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还真是驰名双标啊！楚昭，青青才是真千金，你占了她18年的位置，你不羞愧吗？校长，为了一个养女得罪楚家值得吗？楚家可是校方最大的校董，等楚青继承了楚家，整个学校都是他的。校规面前，一视同仁。楚青，你学术不端，污蔑同学，证据确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青青，都散了吧。走吧走吧，看了一出好戏。不去追你的青青妹妹？比起她，我现在对你更感兴趣。你变了，比起以前委曲求全、讨好所有人，有趣多了。许思年，我不是你无聊生活的调剂品，我们也不是一路人。话别说这么绝，你需要我这个盟友。难道你不好奇楚青是怎么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无非是利益相关，你又何尝不是只在最安全有利的位置下注？我不需要你这盟友，让开！如果改主意了，随时联系我。楚昭啊，你这幅作品技法成熟，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将选送全国大赛。谢谢校长。命运真的被改变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落到前世的结局。哎，楚昭小姐，请留步。哎，楚昭小姐，
请留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景，楚氏集团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楚老爷子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这是我的名片。这附近有家咖啡馆，关于老爷子的遗嘱，我想和你仔细聊聊。你现在有时间吗？这份遗嘱是老爷子生前交由我保管，涉及楚氏集团的股份变更。楚老先生将他生前持有的总计40%的楚氏集团股份全部留给了你，你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前世我被楚清陷害，被赶出楚家，又被学校开除，最后流落街头，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养活自己。这位黎律师并没有现身，直到几年后，律师找到我告知股份的事，但并非他。这一世为什么会提前找我？黎律师，这份遗嘱为什么没有在葬礼上公开？这份遗嘱被设为隐藏遗嘱，股份本应该在你年满25岁，或者你展现出足够的心性与能力，才由我协助你签发。那为什么？老爷子告诉我，这些股份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你软弱，逆来顺受，非但你守不住的，反而会为你招来灾祸。是，前世的我不但没有守住股份，反而连命都丢了。最近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改变了很多，也向我证明了你能守住这些股份。楚昭，你合格了。那我们继续聊聊继承的具体事宜。我该怎么办？哥哥们对我很失望，为了我和姐姐闹翻了，我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青青，没事的，没有人怪你。这次做的确实不妥，抄袭是大忌，偏偏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拆穿。我也不想啊，可姐姐什么都比我好，大家都喜欢她。我除了真千金这个身份一无所有，我太害怕了，怕你们觉得我一无是处，怕爸妈后悔接我回来。这要是那样，我还不如……青青，你这样，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你才是楚家亲生女儿，楚昭就是个养女，你为了她准备去死，这么做太傻了。都怪楚昭得理不饶人，我看他就是嫉妒青青是楚家的真千金，还想博取我们二人之间的关注，才这样子。裴燕说的对，楚清，你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现在是，将来也是。画展的输赢被学校开除算什么？等你继承了楚氏，整个学校都是你的，到时候别说楚昭，就算是校长，你想开不就开了？真的吗？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被他欺负了。没错，等认亲宴过后，楚昭就会彻底失去楚家继承人的身份，到时候你想干什么都行。属于你的，谁也抢不走。楚昭被逼到绝境，失去所有的理，会不会想起我今天的提议？很期待那一天到。你还知道回来？楚昭，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那样欺负青青？她才刚回家，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非要弄得全校皆知，让她下不来台吗？
你只听说我欺负他，就没有听说他是为了抄袭我的画被当场抓包，证据确凿，才被学校开除的吗？什么抄袭？这些年都是你占了青青的位置，你能有今天，靠的都是楚家的资源，这都是你欠他的。一幅画而已，他用就用了。你是当姐姐的，本来就该给妹妹铺路。妈，就因为她是你的亲生女儿，所以她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原谅。我反抗，就是在欺负她。姐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反抗你了。你能不能别让学校开除我？楚昭，你现在就去跟陈校长说青青没有抄袭，让他把退学处分给撤了。不可能，楚昭，这些年楚家对你是仁至义尽，你是要当白眼狼吗？领我回家的人是爷爷，也是他一直把我养大，是不是白眼狼？你没资格评价。妈，你别生气了，是我太傻了，给了姐姐借题发挥的机会。青青别怕，过2天认亲宴上，你爸爸会宣布你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到那时，让那个死丫头滚出楚家。妈妈，这次考试我又是第一。一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你这样怎么做好楚家继承人？我太想得到您的认可了。原来这个家除了爷爷，没有人把我当家人。哎呀，青青，你今天好美啊！明珠蒙尘不会改变其本质，往后你会越来越好的。谢谢。4年哥呢？啊，他还有点事，等会儿再来。不是，今天什么日子？还有什么事情比青青更重要啊？没关系的，你们能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楚小姐这气质，一看就是继承了楚总跟夫人的优良基因。楚总和夫人能有你这样懂事的女儿，真是好福气呀！姐姐今天不会来砸场子吧？按照楚昭的恶毒，说不定真的会故意毁掉青青的认亲宴。青青，你别怕，有我在呢，不会有人打破你的认亲宴的啊！这不是楚昭吗？怎么穿成这样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姐姐穿成这样，所有人又只关注她，也对，毕竟她才是爷爷亲手带大的楚家千金。就算我打扮的再光鲜，还是比不上她。这个楚昭果然是来砸场子的。楚昭，今天是青青的认亲宴，你打扮成这个样子干什么？人固有自知之明，识趣点就自己离开，不然等会儿宣布谁是真正的继承人，你只会更难看。你们别这样说，姐姐也是我的家人，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姐姐能来我很高兴。家人？就是嘛，可不是说的。赶紧给我滚！这次我再也不会任人宰割。楚青，你害我全部还给你。我穿得干净得体，怎么就砸场子了？至于这继承人的位置，你们怎么就觉得会是他的？姐姐，我知道你觉得我抢了你的东西，毕竟之前他们都说你是楚家的继承人，我也没有想过跟你争。
可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爸妈的决定我也没办法。青青，他就是嫉妒你，你才是楚家继承人，你才是真千金。鸠占鹊巢久了，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聊什么呢？这么热闹？没什么，姐姐是有点心理不平衡，所以刚刚说话那么冲。今天不光是认亲宴，还是宣布楚家继承人的人选，大家心里都清楚，无关紧要的人还是赶紧离开吧，免得到时候当众丢脸。哦，你们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我还以为今天这场认亲宴是相亲宴呢。那又怎么了？青青本来就是楚家继承人，本来就应该在我们3个选一个当未婚夫。3选1，那剩下来的2个是当妾呢，还是当男小三？不管我选谁，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姐姐，你说话怎么那么龌龊？好了，别跟这种人纠缠了。今天海城名流都到了，我带你去认一认。感谢各位长官，我女儿青青流落在外多年，如今终于回家。这场认亲宴就是为了将她介绍给大家认识。楚青才是我楚家名正言顺的真千金。看来楚家还是更看重血脉啊，楚昭以后地位不保啊。可不嘛，说不定今天就直接立楚青为继承人了呢。楚昭呀，看来要成为弃子了。有些人呐，真以为仗着以前楚爷爷的宠爱就目中无人。跳梁小丑，你给脸不要脸是吧？好，等会儿楚伯父就会宣布青青才是楚家继承，你就等着扫地出门吧。楚昭，别怪我们无情，要怪就怪你不识抬举。身上没有筹码的人是没有资格留在桌上的。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我没有筹码。各位，今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就是关于我楚氏未来的继承人，就是等等，李律师，你干什么？各位，老爷子生前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楚氏继承人的人选只能由我来宣布。我帮他什么时候立过遗嘱？根据老爷子生前立的遗嘱，他名下持有的楚氏集团40%的股份，唯一且合法的继承人是楚昭小姐。怎么可能？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爷爷怎么可能会把股份留给她？是啊，李律师，昭昭她毕竟是养女，怎么可能把40%的股份都给她呢？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还是说你这份遗嘱是伪造的？这份遗嘱上面有楚老先生亲笔签署，且有3个见证人同时见证，经过机构认证，具有法律效力。是爸的签名。怎么会这样？遗嘱的电子版，稍后我会同步给各位。当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找我沟通。小姐，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走吗？既然今天是楚青的认亲宴，那我就不多做打扰了。姐姐，你是不是很得意？爷爷把股份都给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能踩在我头上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踩谁，只有自己站不稳的人，
才会总觉得别人想推他。楚昭，你别得意，别人以为拿到股份就能万事大吉呢。我告诉你，爸妈是不会放过你的。楚家的一切迟早是我的。姐姐，你为什么要推我？又想故技重施，自己摔倒赖在我头上。楚清，你真以为别人会跟你一样蠢？吃过亏还不长记性？楚昭，你对青青做什么？楚昭，你对青青做什么？都怪我不该惹姐姐生气的，以后躲着姐姐走，免得碍她的眼。果然是楚昭针对青青。楚昭，股份都拿到了，还想怎样？你就不能放过青青吗？没关系的，姐姐没有对我做什么。姐姐本来就因为我抢走了哥哥们的关注生气，哥哥们帮我说话，她肯定更恨我了。等他们走了，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我呢。青青，别怕，有我们在，他不敢欺负你。楚昭，你抢走了继承权，抢走了股份，不就是看青青回来了？抢走了大家对你的关注吗？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高看你一眼？你还想在我们二人之间选一个人做未婚夫？你做梦！楚昭，你这种恶毒又要强的女人，哪点比得上青青？有些东西是强求不来的，适可而止吧。我抢你们关注，选你们当未婚夫？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是不想让楚氏败在废物手里，以告我爷爷的在天之灵，而不是跟你们这种脑子里只有情爱的蠢货做嫁衣的。这里是我家，不欢迎你，滚！姐姐，都是我的错，你别迁怒别人。哥哥们都是爸妈请来的客人，姐姐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发生什么事了？楚昭，今天是家宴，我特意请了欣然他们过来，他们是客人，你的规矩都被狗吃了吗？是啊，楚昭，这里是楚家，青青才是真千金。你一个养女，不夹着尾巴做人，小心被赶出去啊！是吗？楚昭，第一碗汤你先不给我盛啊？汤就在你面前，想喝自己盛啊。欣然是客人，给他盛碗汤怎么了？你以前不是最积极了吗？以前是以前，我不是佣人，没义务伺候他们。味道不对啊，老妈，你的手艺怎么退步了这么多呀？哎呀，裴少爷，以前这个汤呢，都是楚昭小姐亲自熬的，得好几个小时呢，一刻都离不得人。我还得干别的活儿，我哪有那功夫呀？楚昭，还算你之前有点良心，还愣着干什么呀？去煲汤啊！你脑子没病吧？都闹翻了，还想让我当牛做马？我很贱吗？喂狗都还照冲我摇尾巴呢，而你们只会反咬我一口。够了，昭昭，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好，有怨气，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一家人呢。是啊，昭昭，股份的事妈妈知道，是爷爷疼你，可你现在还年轻，又是学生，管理那么一大笔资产，容易被人算计。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对，这样吧，你那40%的股份，暂时由爸爸帮你保管和打理吧。我还以为是什么家宴呢，原来是给我设的鸿门宴。你说什么呢？咱们是一家人，我能害你吗？家人？是啊，股份在你手里和在我们手里，不都一样吗？股份是爷爷留给我的，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不需要任何人代为保管。爸妈的好意，我心领了。昭，我们是你的父母，难道还会私吞你的东西吗？让你交出股份是为你好。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们接青青回来？
可青青是我们的亲生骨肉，你就不能体谅一下爸爸妈妈，非要闹得家宅不宁，让外人看笑话吗？你怎么这么自私？我体谅你们，那谁来体谅我呀？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你们干的事情哪件把我当成家人了？楚清抄袭，你们想的是如何帮他遮掩，逼我退让？股份给了你们，我还能拿回来吗？还不是给出当天就被你们扫地出门，给亲生女儿腾位置了。楚昭，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吧？连父母的话都不听了。青青抄袭的事，我早就说过了，不要再提了。你当姐姐的就不能让着点妹妹吗？没错，我们已经跟学校沟通过了，就是个误会。青青年纪小，一时糊涂，学校已经同意撤销退学处分。处分消得掉，污点可没那么容易抹去。抄袭者在哪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股份我不会交的，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你真是烦了他了。爸，别生气。我不知道姐姐为什么针对我，可能是因为我回来让她不高兴了吧。我真的没有抄袭，那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是误会。青青别难过了，楚昭就是嫉妒你，毕竟你才是楚家的真千金。就是她一个养女，嚣张什么啊？楚昭，你是不是又欺负楚青啊？你别太嚣张。我只是正常路过，反而是你们却在这里嚼舌根，污蔑同学。怎么觉得嗓门大会装可怜就可以颠倒黑白了？我没有，姐姐，他们只是关心我而已。是正义路人，还是想巴结楚家？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对了，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爷爷把楚家40%的股份给了我？我才是楚家真正的继承人。青青，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楚昭，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为什么让我当正难堪？股份你已经拿了，风头你也出尽了，你还要怎么样？真对，从一开始装可怜、挑拨离间的人难道不是你吗？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就受不了了？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技不如人。你少得意，你占了我的身份，占了我18年的荣华富贵，还抢走本该属于我的股份，你还要不要脸了？和尚，青青去画室找楚昭了，现在还没出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楚昭，我告诉你，楚家的一切都是我的。等爸妈把你手里的股份抢回来，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楚剑山那个老不死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能护得了你。你再说一遍。我说那个老不死的。楚昭，你干什么呢？你疯了？你怎么敢动手打人呢？你看看你把青青打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不问我？刚刚他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他，姐姐为什么要打我？我只想和他把误会解开，他就这么恨我吗？为了一点小事动手，楚昭太目中无人了。不管青青说了什么，都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黑夜，你跟他废什么话？楚昭，我告诉你，今天的欠你必须得到。冷静点，动手解决不了问题。都怪我没有，我本来不想再麻烦哥哥们了，所以才单独找姐姐想把事说开。可我怎么没想到，他居然会对我动手。你那么善良，今天不帮他讨个公道，我他妈就不是个男人。放手，必须给他个教训。哎，我是在帮你。你上次被他打成什么样，忘了吗？这里是学校，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既然大家各执一词，青青又受了伤，不如通知楚伯父和楚伯母过来处理。好啊，叫吧，正好让那两公婆看看
他们领回来的女儿到底是什么货色？怎么打成这样？楚昭，你真是无法无天呐，还不赶快给你妹妹道歉！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打她？我只是求姐姐以后别再针对我，可她不光骂我下贱，还打我。现在她肯定要编谎话污蔑我，我该怎么办啊？楚昭，你抓紧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不管起因如何，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伯父伯母，还是先听听楚昭的解释吧。够了！今天能打他妹妹，明天就能打我和他妈妈。像你这种不孝女，我们怎么放心把股份交给你？3句话绕不开股份，那就让你们听听，谁才是真正的不孝女，记吃不记打的蠢货。楚家的一切都是我的，等爸妈把你手里的股份抢回来，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那个老不死的已经不在了，他保护不了你。青青，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不是这样的，怎么办？是姐姐故意激怒我，我一时冲动说了不该说的呀。这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啊，反而更像是积怨已久爆发出来的。青青，让开，挡我光芒。画展那天，你那么干脆的拒绝我，其实是因为你早就知道自己会拿到40%的股份，对不对？猜错了。那是为什么？背叛我还敢来找我结盟，你是一点不心虚啊。过去的事是我错了，但现在情况不同，我们联姻是真正的强强联合，我可以帮你坐稳位置，帮你对付你爸妈和楚青，就跟今天一样，这难道不是双赢？不需要。看来你当年掉进水里快被淹死的时候，我就不该多管闲事把你捞起来，也免得你现在说出这么让人恶心的话。楚昭，你这样我反而更有兴趣了。神经病！我不会放弃的。今天的事又让你受委屈了。不委屈，这么闹一次，他们估计能消停一段时间。楚家人肯定还会再来抢股份的，他们不会让你坐稳集团继承人的位置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和徐家联姻的确是快速巩固地位的捷径。走捷径，有时候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利益结合看似稳固，实则脆弱。一旦出现更大的诱惑，所谓的盟友就会立刻倒戈。背刺过我的人，我不会给他们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至于继承人的位置，我会自己做。老爷子果然没看错人。不过楚家内部盘根错节，董事会也未必铁板一块，要想在集团内部站稳脚跟，还有场硬仗要打。爷爷留给我的股份，任何人都别想夺走。爸妈，我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只是太生气太伤心了。爷爷把股份给了楚昭，我是不是不该回来？别乱想，是楚昭蒙骗了老爷子，你们才是亲祖孙，他却把股份都给了那个外人，是谁都会不满的。爸妈不怪你。宏远，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遗嘱是爸自己签的，公证过。李景又是个油盐不进的主，有他盯着，我们占不到半点便宜啊！万一他用股份来报复我们呢？爸，我们干脆先下手为强。先是对楚爷爷出言不逊，又说出这种话，难道我们真的看错青青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嘴笨，以后还是别乱说话了。看来青青只是被股份的事冲昏头脑了，本心不坏的。青青，别怕，就算楚昭拿走了股份，董事长毕竟还是楚伯父，可是楚爷爷毕竟是你亲爷爷，你就算再有气，也不能拿家人撒气啊。欣然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楚青不是擅长，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真千金。何况楚昭已经和我们彻底撕破了，现在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我楚宏远在商场沉浮几十年，还收拾不了她一个小丫头。股份在她手里又怎么样？青青，你放心，该是我们的东西跑不了。楚昭，走着瞧，楚氏的继承人只能是我。楚昭，恭喜你评上了校庆画展的优秀作品啊！楚昭不仅画画好，还是楚氏未来继承人呢。以前是我们不懂事，乱说话，您千万别放在心上。是啊，是啊，都是同学，哪有什么过节？早知道之前不该跟他闹这么僵的。现在后悔了？谁后悔了？看楚昭那得意的样子，不就是拿到点股份吗？尾巴翘到天上了，还真以为自己是楚家的继承人了？要我说，她就是个养女，抢了楚青小姐的东西，要不是用手段骗了楚老爷子，哪轮得到她呀？说得对，假的就是假的，抢来的东西迟早得付的，对不对啊，阿叶？怎么，只敢在背后诋毁我，来体现自己可悲的优越感？还说我抢楚青的东西，那倒是让他自己来跟我对峙了。怎么，是没脸见人躲在家里，连学校都不敢出？楚昭，你别得意的太早，你只是楚家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女吧？你不会真以为董事会那些老狐狸会认你吧？下周楚氏召开股东大会，你一个外人持有那么多大额的股份，股东大会可是有权启动保护性收购的。爷爷的遗嘱明确指定我为继承人，没有任何争议。就算有人想动我，那也是我楚氏内部事务，还轮不到你们两个外人来指手画脚。对了，与其操心我会不会出局，不如好好花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毕竟这年头，赘婿也是当的不容易。你们两个呀，还要竞争上岗呢。你如果还是游说我联姻，我劝你还是放弃。是股东大会的事，你突然成了楚氏最大的股东，董事会不少人有疑虑，要挺过股东大会很难，除非什么？除非我们徐家全力支持你，这样那些想动你股份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了。我可以退一步，不联姻，改结盟，不光能帮你保住股份，还能帮你逐步在董事会站稳脚跟。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徐家的利益，想提前押宝我，还是为了别的？你有野心，也够狠，比楚青那个只会装可怜的草包有意思多了。只是结盟这么简单？如果以后有联姻的打算，优先考虑选我，这个条件不过分吧？我会考虑的。利益还是真心有那么重要吗？只要你还有价值，我就会始终站在你那一边，绝不背叛。
今天召集大家，主要是为了讨论已故楚老爷子名下40%股份所引发的公司股份结构稳定性事宜。楚昭只是一个养女，她拿那么多股份，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还有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决策。法律上，我是爷爷合法收养的孙女，我们之间存在法律承认的亲属关系。遗嘱明确指定我为继承人，怎么就名不正言不顺？哼，亲属关系，恐怕现在开始就不是了。啊！楚昭，我和你妈妈已经决定解除和你的收养关系。从法律上来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楚家的养女了，和已故的老爷子也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了。要不是姐姐一直忤逆爸爸，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狠心。好一招釜底抽薪，楚昭，你会怎么办呢？各位，为了公司的稳定，我提议启动对楚昭名下40%股份的保护性收购程序，由公司回购这部分股份。怎么回事？楚昭真的没准备后手？现在针对该议案进行表决，同意该议案的股东请举手。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议案通过。姐姐也该认清现实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终究是留不住的。楚昭，拿了钱就趁早滚吧，至少你还占便宜了。楚昭，各位股东，在股份回购程序启动之前，让我们先理清楚根本问题：楚昭小姐到底是不是楚家人？李律师，我们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了。这是已故的楚老先生和楚昭小姐的亲子鉴定报告。报告显示，支持楚老先生是楚昭小姐的生物学父亲。啊！还有什么疑问吗？大哥，楚老竟然是楚昭的生父，那楚董岂不是？假的，一定是假的！人都多大年纪了，怎么可能是他生父呀？楚昭为了股份，什么谎言都敢编。这怎么可能啊？楚家爷爷都多大年纪了？楚昭才多大呀？这么大年龄差，怎么可能是父女啊？这一定是编造的。这简直太荒唐了！楚昭，你为了留下股份，竟然编出这么离谱的谎言，还伪造 DNA 报告来欺骗大家。没错，爸是那么注重名誉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晚节不保，搞出一个私生女来？你就算是不想交出股份，也不能用这种下作手段污蔑你爷爷名声，真是大不幸。亲子鉴定报告是楚老爷子在订立遗嘱时一并提交的，并经过公证的附属证据。它是遗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你们有疑问，欢迎你们去复核验证。我爸都那么大年纪了，他怎么可能生了楚昭呢？李家，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自己不感觉荒谬吗？楚昭小姐是楚老爷子在生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孩子，她并不违背伦理和法律。至于楚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做，楚董，您最清楚。啊，我清楚。老爷子认为您在商业能力、决策眼光乃至个人品行方面屡次让他失望，无法承担集团继承人的职务，所以楚老爷子才决定通过这种方式来亲自培养一位楚氏集团的合格继承人。
你们胡说八道！我爸怎么可能这么对我？姐姐怎么能勾结律师污蔑爸爸呢？是造谣，是诽谤。这不可能，一定是楚昭勾结律师编造的。闭嘴！我楚氏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楚昭小姐是楚老爷子指定的唯一继承人，且其与楚老爷子的亲子关系具有法律承担的技术支持，所以之前通过的保护性回购议案应属无效。太震惊了！既然已经解决了，李律师，我们走吧。好。楚昭，你给我站住！楚昭，你早就知道你是爷爷的亲生女儿了，对不对？你把我们蒙在鼓里，你一直在戏耍我们。戏耍？一直以来费尽心思去算计欺骗，想要抢夺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难道不是你吗？我自从你回到楚家，就一直在栽赃陷害。不过我倒是好奇，有时候你明明没有说话，为什么贺欣然他们却表现得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并且深信不疑？难不成他们有读心术，能听到你的心声不成？你胡说八道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荒谬的事？某些人自以为聪明，其实耍的那些把戏都太过拙劣，让人一眼就看穿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的事情忘了吧？他好像很心虚哦。让他先慌一阵吧，致命一击总要找准时机。托你的福，今天看了出精彩绝伦的好戏。楚昭，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别说这么让人恶心的话。还有，我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场戏可不是我要唱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是直接进入董事会，还是……进入董事会是迟早的事，但不急于一时，根基不稳，贸然上位反而会容易成为靶子。不如聊聊宏盛药业，只要操作得当，利润率可以达到300%。后续要是有需要，随时来找我。宏盛药业，没想到爷爷年纪这么大了，还搞出这种事。私生女的事说出去也不好听。现在姐姐手里有股份，我们也只能让着她。什么私生女？大声说给我听听！我什么都没说，你听错了。楚昭，你敢打我，我弄死你！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论辈分，我是你亲姑，教训品行不端、出言不逊的小辈，天经地义。今天算是清理门户，再让我听到你满嘴喷饭，可就不只是脸疼了。青青，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呀？姐姐刚刚好可怕，我要不要告诉欣然哥？会不会又连累他呀？又是楚昭。欣然哥，你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我的腿好像动不了了，去校医院。你轻点你！贺少，你这条腿之前是因为车祸导致了粉碎性的骨折，
这次的摔伤虽然是因为扭到了，但是冲击力诱发了旧伤的潜在问题，导致了旧病的复发，很有可能以后你都走不了路了。啊！你当年的这条粉碎性骨折的腿，想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是不太可能了。之前之所以能够恢复，是因为楚昭小姐吧？当年楚老爷子用了人情，才让国手李神医出山看了一眼，但在他门前跪了3天3夜，只求能学得针法为你治疗的是楚昭小姐啊！熙然哥，你动一动腿试试。赵赵，我的腿真的好了。赵赵，你的腿怎么了？不小心碰到了而已。赵赵，你放心，以后啊，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的。你们先回去吧。熙然哥，我不走，我留下来照顾你。楚昭过去确实对我不错，但现在我和他闹成这样，已经无法挽回了。幸好还有青青陪我。青青，青青，帮我倒杯水，要温的。给。怎么这么烫啊？自己吹吹不就好了，哪有那么多事？我躺久了，腰有点酸，帮我调下靠背。唉，怎么那么多事啊？我昨晚为了照顾你，都没睡好。又痛又累，这都几天了，一点用都没有，干脆让我当一辈子瘸子算了。欣然哥，再坚持一下，李爷爷说了，只要坚持，一定能好。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以前对楚昭是不是太过分了？青青又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吗？还是我只看到了他想让我看到的一面？欣然哥是不是生我气了？他一定很疼很难受，所以说才脾气不好。可我真的好累，从小到大都没这么辛苦过。但为了欣然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青青，刚才是我说话太过分了，照顾病人确实很辛苦，我错了。啊！当年楚昭能用李神医的针法治好你，现在肯定也可以。我们去找他吧。他肯定不会同意的。你们以前感情那么好，他为了你跪了3天3夜学针法呢，这份情谊他难道说忘就忘吗？再说了，你现在这样不也是他害的吗？他总不可能见死不救吧？你说的对，那我去找他。皇山药业的事我已经和家里人说了，会全力配合你。哦，对了，听说贺欣然前2天在学校楼梯上摔了一跤，旧疾复发，腿好像伤得不轻。是吗？看来是好日子过得太舒坦了，连路都不会走了。腿瘸了也好，正好也安生2天，省得总像一只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给人添堵。哼！楚昭，你就这么绝情？居然说我瘸了也好，你可真恶毒。腿怎么伤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是我不让你看路，还是我把你推下楼梯的？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治好我的腿，我们以后还做朋友。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有病就去看医生，我没有救你的义务，也没有那闲工夫。你，昭昭，我知道之前是我错了，误会了你几次。可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那么多年的情分了，你怎么忍心看我变成残废呢？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再帮帮我。刚才还骂人恶毒，现在又开始念旧情。再说了，你这腿是为了给楚青出头，结果自己不看路才摔的。既然这么心疼你欣然哥，你怎么不给他想想办法？我不会针灸啊，我要是会的话，早就……不会可以学嘛。楚昭当年不也不会，还不是为了某人的腿硬生生跪出来的。可见事在人为，关键有没有那份心。实在不行，你也去女神医家门口跪上3天3夜呗。只要能治好欣然哥的腿，别说跪上3天3夜了，就是把我的腿跪废了，我也愿意。如果不是我，欣然哥就不会去找楚昭，就不会摔成这样。只要能救他，让我做什么都行。可是我好害怕，叶神医听说脾气很怪，万一他不见我怎么办啊？青青，我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你的心意我明白了，这就够了。楚昭，你就这么冷血记仇吗？好，以前算我眼瞎，我的腿不用你治。青青，我们走。蠢货一个，被楚青耍得团团转，错把榆木当珍珠，还自以为感天动地呢。他这腿啊，恐怕真得成他脑子进水的代价了。爷爷，楚家的事我听说了，现在楚昭成了手握实权的继承人，而你竟然从始至终都站在了楚青那个弃子那边。爸，我当时不用解释了，商场如战场，站错队就是最大的错误。你大哥最近做的项目就比你眼光好得多呀。新的资料已经发给你了，做份策划案出来，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怎么了？我爸让我做计划书，可我不会啊。我在家里本来就不受重视，这次要做不好，恐怕我……唉。我帮你啊！这几个都是我挑选的100%盈利的项目，重点呢我都标记在里面，应该足够应付裴叔叔和董事会了。难道没了楚昭，我就不是投资天才了？哎，裴少，大小姐吩咐过，如果是您和贺少来找，一律不见。小姐说她和你们已经无话可说了，请回吧。你跟他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他，关于企业投资策划案的。我们以前经常讨论。裴少爷，小姐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您不要为难我。怎么，来找楚昭？是来道歉呢，还是又来请教问题了？不关你的事。以前把楚昭的好心帮忙当成理所当然，现在发现离开了他，你投资天才的名头守不住，又想起他的好了。先等他把这次项目做了再说。裴彦哥，你怎么在这儿？是来找姐姐的吗？
有点投资的事，要找他商量。是公司项目的事吗？都怪我，要不是我，你们也不会闹成这样。也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裴彦哥可是有名的投资天才，楚昭不过是运气好，拿来点股份。论真才实学，怎么能跟裴彦哥比呢？一点小项目而已，我自己能解决。都是刚才被徐思年那个小人气的。不如聊聊鸿盛药业，只要操作得当，利润率可以高达300%。楚昭肯定是掌握了鸿盛药业的利好消息，后面肯定会大涨，到时候爸也不对我刮目相看。我们现在大批吃进鸿盛药业的股票，不出意外，过2天的新药问世，股价会大幅度上涨。但等到第7天，不管涨幅如何，收盘之前必须要将我们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一股不留。如果鸿盛真的研究出抗癌特效药，那我们更应该继续持仓，赚更多的钱才对。第7天就全抛，会不会太保守？大小姐，这个时间节点是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吗？具体原因我不太方便说，你们只需要记住，第7天全部清仓，这不是建议，是必须执行的命令。好，既然你如此肯定，我会按计划进行。资金的撤退路线我会安排好，确保安全快速。那天我故意让裴燕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现在估计已经上钩了，只可惜过分贪婪只会让他血本无归的。果然，楚昭他们提前知道了内幕。照这个趋势，别说公司的项目，就连我自己的私人账户也能大赚一笔了。喂，裴燕，你做得好啊！我们药业新研究的特效药一公开，股价一路走高，现在已上涨了150%了。爸，我们要不要追加10个亿进去？我们已经投了15亿进去，再追加10亿，万一亏了。我算过了，鸿盛药业的股价起码还能再翻1倍，10亿变20亿啊！爸，相信我。你有信心吗？当然。好，但要亏了，董事会那些压力你要一律承担。楚昭，这次以后，我看谁还敢说我是靠你才有的今天。楚昭，鸿盛的股票看了吗？没有你的帮助，我裴燕一样能做成事。你还真是可以。什么意思？我当初愿意帮你，不过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是家里被边缘化、被忽视的人。我以为我们同病相怜，算得上是朋友，所以我愿意伸手拉你一把。不过没想到，一点点的虚名和利益就能让你忘了本。为了夺权，你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本心。裴燕，好自为之吧。楚昭，我的一切都是靠我的眼光和能力得来的。我裴燕不需要任何人怜悯，尤其是你。裴燕，你在哪儿？鸿盛的新药被爆出严重的副作用，导致多起医疗事故。现在媒体全在报道，药监局已经介入调查，股市开盘直接暴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能！还好好的。现在割肉离场，虽然不至于亏本，但是好歹能收回一部分本金。再犹豫下去，只会血本无归。裴燕，这是我看在过往的情分上，给你最后的忠告。楚昭，你少假惺惺的，想让我割肉，休想！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明天结果调查清楚，股价一定会反弹，我一定会翻盘。你没救了。据报道，
此前一路走高的鸿耀集团已经跌停，市值缩水近1半。10亿，亏了整整10亿，这就是你给裴胜利的大功。董事会已经炸锅了，你告诉我怎么办？只是意外，我帮集团也赚过不少钱，再给我次机会，让我补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爸。你早期那几个策划案到底是谁写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能有今天的名声，靠的是楚昭，没了他，你裴燕算个什么东西？可你呢？你找着金山要饭吃，能力不行就算了，连基本的知恩图报、审时度势的事都做不到，马上给我滚！爸，往后你和裴家再无瓜葛。爸。滚！都给我滚！这是什么破附件，一点用都没有！我的腿是不是好不了了？烦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发脾气，真当自己是太子爷了。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谁愿意在这伺候你？早知道还不如选裴燕。仙人哥，我去找人收拾。喂，小雪，你最近有裴燕的消息吗？你还不知道吧？裴胜主导投资的鸿盛药业暴雷，害裴家亏了10亿，裴董大发雷霆，把他从公司赶出去了。鸿盛药业，那不是楚昭投的项目吗？是他在报复，这个贱人！楚昭，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是你干的！你不肯救贺欣然的腿，眼睁睁看着她痛苦。你明明知道鸿盛药业会爆雷，你却没有告诉裴燕，害得裴燕亏了钱，成了裴家的弃子。你这是故意的，你要看着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对不对？这才哪到哪？贺欣然断腿，是他为了给你出头造成的；裴燕亏钱，是他自己贪心不足，硬扛造成。与我何干？你明明是你救他们的，我为什么要救？比起你让他们听到你的心声，来挑拨离间、栽赃陷害，我所做的不过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你知道先生的事儿，难道？当然是因为我也能听到你那些用来操控人心的把戏，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什么都知道，你一直把我当猴耍。是，我是利用先生挑拨的他们，那是他们蠢，他们相信我，活该被我利用。贺欣然、裴燕，你们听清楚了吗？青，你白眼狼，亏我那么相信你，我为了帮你把腿摔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说我活该！帮我？你除了会惹麻烦、发脾气，你还会干什么？你连自己都顾不好，你还怎么帮我夺回楚家的一切？你们一个楚，一个贪，除了会惹麻烦，还会干什么？我早就受够你们了。所以，从一开始都是假的，只是利用我们两个对付楚昭。那不然我凭什么讨好你们？这个贱人！你们3个有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像我，眼光好，站对准，跟着楚昭有肉吃，有钱赚。昭昭，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把我的腿治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往来了。你的腿是你自己造成的，与我无关。我们早就已经恩断义绝。走吧，别在废物身上浪费时间。楚青，你往哪儿走？怎么账还没算完呢？站住！你就算跑了，贺家也不会放过你。是他自己摔的，跟我没关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什么？
只要你还是楚家的继承人，贺家就不会动你。那楚昭呢？要是楚昭死了呢？他手里的股份，他的继承身份，这一切不都是你的吗？我出校门了，对，你过来接我吧。林律师，楚昭在学校门口被人绑架了，白色无牌面包车刚走，我现在去追，你快报警！哎，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车。楚昭，没想到吧，风水轮流转，现在到我的手上。楚昭，你这个强盗、小偷，是你夺走了一切，是你把我的身份也夺走了。楚昭，你这个强盗、小偷，是你夺走了一切，是你把我的身份也夺走了。什么叫做我抢走了你的一切？当初是你自己走丢，又不是我把你弄丢。还有，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股份、宠爱都是我应得的。楚昭，我才是楚家真正的血脉，是你夺走了一切，我要你死，只有你死了，你才能拿回我的一切。都是你害得我落到这副田地，我要杀了你！快闪开！完了，看来这次是你欠我了。别说话，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这下算是还清了你当年把我从水里捞起那一条命了。徐思年，你醒醒，你别睡！徐思年！救护人员，快，这里有人重伤！人不是我捅的，都是裴烨干的，是他喊我来的。带走！医生说你恢复的还不错。阎王爷还不想收我这条功利的命，不过我这可是实打实为你挡了一刀。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不过分吧？你是不是麻药劲儿还没过，脑子还不清醒？不要让感情玷污我们纯洁的金钱关系，好吗？开个玩笑嘛，你看你又急。不过经历过这件事，我姑且承认你是个还算靠得住的朋友。我们可以是生意场上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甚至重新成为朋友。听起来不错，那么重新认识一下，亲爱的合作伙伴。合作愉快。看来二位已经达成了新的共识，以后还得多多仰仗林律师帮忙了。荣幸之至。